蓝氏子弟以诗书发懵，辅以简单音律，至7岁手指长开，有毅力，端坐良久之时始学琴。习琴一课至少3个时辰。蓝志第一次去时，是在他7岁的秋天。天气渐凉，晨间照顾他的女修嘱咐良多，要他一定听师兄们的话，实在坐不住了，偷偷去看兰苑和兰轩便好，千万不要被授业的师兄或者师伯发现。蓝志那一日回来，全然不似寻常孩子坐麻了腿，听课听得万念俱灰的模样，2个手心却都红红的。兰轩低声说他挨了课上的戒尺，1边2下，执罚的师兄没下什么力气，但让他回来好好思过。当值的师姐大惊失色，急忙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蓝志说：“我不想学。”他第2次去习琴，回来时手心更红。那次是1边4下，比上一回用力。当值的那名师姐心软，给他细细的擦药，偷偷红了眼眶，捧着他的手说：“我的小郎君呐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”他哭起来的时候乡音重，鼻音也重，蓝志一时没听懂，直到他擦了擦眼泪，抬头看他，眼睫还有些湿润。云纹墨额之下，那孩子的一双眼睛却是明亮而干涸的。蓝志说：“我不想学。”第3回，他跪在祠堂里，边上站了一个手持戒尺的师兄，看着那孩子跪得笔直的背影，不住摇头叹气。那是蓝志第1次见到蓝氏的祠堂，他觉得这地方和姜氏的祠堂很像，没有那么幽深，却更冷。孩子毕竟还小，不致放任他在祠堂的白石地面上跪坏了，便让他每2刻钟起来歇一歇，但要跪满4次才算罚完。蓝云恒第2次从地上爬起来，坐到一边的时候，那位师兄终于问他：“你究竟为何不愿学？”蓝志揉着自己的膝盖，想了想，反问：“我为何要学？”那位师兄从来没听人这样问过，一时间竟被问住了，只好说：“你看你身边，阿苑自不必说，阿轩都能坐下来好好学。”蓝志说：“我有见便可。”师兄瞪他一眼，颇为震惊地说：“乐修是蓝氏根本，只见不勤，不是蓝氏风骨。”蓝志又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不是在蓝氏生的。”于是那位师兄叹了口气，干脆不再说了。蓝志跪到第3次时，祠堂的门突然打开，明亮的天光泻在蓝志背上，流淌在他身周地面，然后光里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。在侧的师兄行礼道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志还是跪着，没有回头。蓝忘机不知做了什么动作，那名师兄道了告退，然后脚步声一路远去。蓝志瞥一眼地上的影子，看到戒尺在蓝忘机手中，他吸了一口气，无声地绷直了背。蓝忘机却说：“起来吧。”他走过蓝志身边，将戒尺放回小香案上。蓝志不知他是何时来的，或是何时回来，总觉得他的袖子上有云深不知处之外的风才有的气味。蓝志爬起来，蓝忘机说：“你随我来。”他便跟在蓝忘机身后走。蓝忘机走得很慢，好像生怕他跟不上，走到祠堂某一处，又突然停了步子。蓝志抬头，看到蓝忘机看着眼前一块牌位，对他说：“这是我父亲。”蓝志还不够高，看不清牌位上究竟写了什么，只是向那个方向行了一个礼。然后蓝忘机轻轻地拉住了他的手。蓝志摸到他手指间薄薄的茧，他皮肤的温度就像蓝志第1次见到他握住他时那样暖。蓝轩的父亲终于在那个月回了云深不知处，另有2个同住一间院落的孩子满了10岁，被分给更年长的师兄照看，住在一起的便只有蓝苑和蓝志。蓝忘机将他们接到了净室的偏乡。蓝志第1次到净室，瞬间被包裹进一股冷幽浓郁的檀香中，香顶萦绕洁白的烟气袅娜，他却仍觉得那与蓝忘机不同。他能在一世檀香缭绕中辨出蓝忘机独有的气息，让蓝志想起那些铺着月色或是铺着雪的夜，还有那扇被他推开的门。蓝忘机在净室中教蓝苑习琴，蓝志在一旁看。案上2琴相对，中间的锁铃囊摆了足够5、6个，封着各种无害的魂。蓝忘机先在琴上奏一遍，蓝苑便跟着学一遍，所奏一概是问铃之中的何人一问。蓝忘机奏完，琴声回应一概相同，待到蓝苑去奏，琴有时不响，有时响成一片，高低不均，蓝忘机便要他再试。一连几个时辰，蓝苑终于听到一魂在他的琴上拔出了一段与忘机琴上相同的音。
蓝忘机要他再巩固数次，直至达声稳定，便放了他的课，让蓝苑去外面草地上抱兔子。蓝志上坐在一旁，腿大概是坐麻了。蓝忘机拉他起来，问：“可想学？”蓝志说：“不想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不再说别的。蓝苑不时抱了2只兔子回来，脸上笑得开心，塞了一只黑色的给蓝志。那兔子生得小，又软又暖，没被什么人抱过，想逃又不知逃到何处去，一个劲儿向蓝志袖里钻。后来蓝忘机带蓝志去看更年长的子弟学破障音，看他们在竹下拨弦，以弦音击打空中落下的竹叶，击得最高者绩优。蓝苑站在其间，是年纪最小的，抱着琴的模样有些吃力，拨弦的手法却是上等。一时间空中弦声争鸣，竹叶纷飞，簌簌宛如落了一场骤雨。蓝志站在无边无际的竹叶雨幕之下，望着光自枝叶缝隙中洒落。蓝忘机问他：“可想学？”蓝志说：“不想。”蓝忘机仍是点头。再后来他只带蓝志一人出来，冷泉月下有疏水白石。蓝忘机横琴膝上，抚弦片刻，铮铮弹了一曲，声如松风击云，扫弦惊起连绵的夜归飞鸟。一曲毕，他问蓝志如何。蓝志说：“高山仰止，浩浩汤汤。”蓝忘机待弦音静凝，闭目沉思，又弹了一曲。一曲毕后，天地息声，月光铺地如水。蓝忘机又问如何。蓝志说：“忧思难忘，道阻且长。”最后蓝忘机弹了一曲，那曲调极简单，与先前2首相比几乎单薄，却自有一种蓝志无以名状的纯粹。蓝忘机弹完，意外的没有开口，手掌轻轻按在弦上，直至那细微的嗡鸣震动彻底消寂，才问如何。蓝志说：“像一曲歌，且行且唱。”蓝忘机问：“可想学？”蓝志摇头道：“不想。”蓝忘机终于问：“为何？”蓝志想了想，说：“不随我心。”蓝忘机有很短的一瞬没有说话。他看了蓝志一眼，月光将他琉璃般的红眸照得极清极浅，蓝志却觉得那一眼是看透了他，看到了一个不知何年何月的何人身上。等到蓝忘机再开口，却不是苛责，只说：“乐理不可废，五音要习，12律要明。”蓝志点头说：“是。”然后蓝忘机从袖中取了一段新弦，对他说：“既不习琴，再学些别的。”那夜太晚，蓝忘机带他回去时，蓝志已经睡着了，是被一路抱回静室的。他照例在深夜醒来，身下那张榻比他平素睡得要大得多，枕席间也有一股他极熟的气息，不是满是好闻的檀香气，而只是蓝忘机。蓝志隐约听到有人在1平之隔的地方说：“我知你是有意护他，但他这样不知不问下去，你可想过究竟是好还是不好？”那声音听来有些意外的熟悉，尤其是其中的平稳与温和。蓝志想起那是蓝曦臣。另一个声音说：“能护他一时便好，待他明理，我自会告诉他。”那是蓝忘机。